这不丁大人吗？那女的谁呀？这不会是青楼的姑娘吧？找的这姑娘这么老啊？不会，多丢人呐！这下看你们还怎么再逞壮离死！看什么看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！原来你想要的是这个！别看了，快走快走！真美。陈雨笑，你似乎忘了你的身份。小人说的是，这花真美。言语故事拨乱江潮，旧梦里灯火染红尘嚣，而今是荒腔走跳。这君扯倒是听话的很，刚才那样懂不懂？我听闻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成空，不敢让众生，不敢惊动梦，只怕传颂未能描绘当年惊鸿。爱你是风月镜中是寻常爱恨，只待彩虹梦。10年岁朦胧，只在难相逢。红尘变影，有始无终。现在还没彻底扳倒丁怀仁，我去拴门。既然他这么服从我，无论真假，起码是18好道。小五，我进来了。主人，你怎么换衣服不关门啊？快把衣服穿上。主人是来给我送衣服的吗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侍卫了。衣服给你，以后也不必叫我主人，叫我小姐便好。谢谢小姐。我走了，你以后就穿这身干净的衣服吧。小姐，你既把我买回来，那我就是你的人，你大可把我当个器物，不必在意这些男女之别，随便看。我在紧张什么？你前2天才看过。为什么我前脚留你在家，你后脚就和丁怀仁当街苟且？跪下！我没想那么多，你知道我就是没有心眼，被人给骗了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姐姐，爹娘临走前让你好好照顾我的，又是这个，你怎么把他们娘又要下忘了？你怎么能还有脸和我提爹娘？要不是因为爹娘，我能一再忍让你至今吗？我知道你来京城投奔我，不是因为想我，是因为看我家老爷一路高升，你羡慕嫉妒，也想来分一杯羹。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明知道丁怀仁栽赃陷害我夫君，你还和他暗度陈仓。你想要我一家人的命啊！你怎能这般想我？我是你的骨肉至亲啊！就因为我们是骨肉至亲，我才一再忍你，让你
家的大门，你休想再踏进一步！不要！走，你原谅我，姐姐，姐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姐姐，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妹妹啊！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，姐姐？姐姐，姐姐。好好吃饭吧。乖，尝尝这个。今日这丁怀仁的丑事一出，也是他咎由自取啊。他本是云飞的弟弟，之前一直靠着这层关系，想暗中运作大皇子立储大典的负责权，还暗地里呢与我较量了好久呢。如今出了这般丑事，可对册封一事有影响？当然有影响啊！如今他暗中运作一事也被爆了出来，听说他马上就要被贬到边疆去了。那立储大典岂不是就由爹爹负责了？那是自然了。这可真值得好好庆祝一番。确实应该庆祝一下。哎，彩萍，赶紧去烫壶酒来。是，老爷。这一切又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来，婷雅，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吧？这是探子查到的线索，有个叫小黎的姑娘，可能是月国的系统，她现在藏身在何处？凤满楼啊，凤满楼。大人，你刚起来慢走啊！凤凯，我们是来查案的。这位大人面生，有熟悉的姑娘吗？小黎姑娘在哪个房间？小黎姑娘今日不接客，小翠姑娘一样的。小翠，你们查1楼和大厅，我去搜2楼。让开！大人，来了，大人。让开！查案！公子有相好的姑娘吗？查案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大人，救我！大胆！我等龙香卫前来查案，你竟敢这般戏弄我！这里哪有什么案子可查？既然你已进入这笼中，倒不如先查查我吧。大人也喜欢奴家身上这脂粉的味道啊。大人这是何意？这真上是曼陀罗花毒，
怀疑是越国人作案。你不是说我甚是喜欢你身上的胭脂水粉味？中原女子会用剧毒的曼陀罗花作为胭脂水粉，你们越国女子应该对我中原的词汇知之甚熟。我教你一个词，这叫作茧自缚。大人可真是不会怜香惜玉。大人，刚出来的红衣女子呢？不知道，没有看见，去找。是。小姐，我换上您给的衣服了。他这副模样和前世的君彻倒是挺不一样的。待会儿我和爹娘去游船，你一直在府里太闷了，也一起出去散散心吧。好，多谢小姐。都已经让人安排好了。娘，你看那边好热闹啊！咱们去那边登船。小心脚下。好。以后我们多出来玩玩。好。大统领，这陆小姐都准您的驾了，您还默默跟着护她周全呢。没有的事。我看您真把自己当陆家的侍卫了，您可别忘了我们的大计啊！当然是大局为重，倒是你最显安分的。我听说龙香卫都查到凤满楼了。哎，小心！娘，小心！来，坐。大统领，你看对面码头那人。酒来了，这是我们店特制的美酒，您尝尝。在这里游船啊，边喝酒边看风景，那是一种惬意。有了，连走我给您拉赏。爹娘，快尝尝这些菜，我特意让彩萍准备的。好。刚才还说不插手呢，让阿文探查一番而已，不算。哎，尝尝这酒怎么样？干杯！不错。大人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只知道店家叫他丁大人，剩下什么也不知道了呀。是寒毒，食用后四肢无力，彻骨寒冷，并且说不出话。若是不及时解毒，一炷香内人就没了。爹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也难有人发现他们中毒，真是好手段。但现在如果出手相助，这里人多眼杂，贸然出手恐生枝节，除非他能想办法自救。我为什么发不出声音了？大统领只剩半炷香了，还有船夫看着，他如何自救？我明明重活一世，难道还要死得比前世更荒唐？不能这样，我不甘心。小姐慢点，我在和家人团聚。说好了，不行，我得让人发现我们。
陆小姐这是想诱惑艺人来救。我这是在哪？心都已学做最爱，在无声纷扰梦来，代替借花一夜月与君长安。小姐是真的没事了吗？我只知道点家叫他丁大人，剩下什么也不知道了呀。小姐，小姐，丁大人快走！催什么催？大人，这你是我姐派来保护我的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娘娘和大皇子殿下还等着您出城见最后一面，再晚点就来不及了。你是谁？上！这件衣服给你。我们无冤无仇的，这个给你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好啊，多亏了他，我现在不杀你，你的剑命还可以多留一针。多谢。少爷，爹娘怎么样？在哪儿？在那边。爹娘，燕回，你回来了，是吧？没事。没事了。多亏了这位大夫，妙手回春呐。多谢大夫。毒素已经清除，只是身体畏寒，多加照顾，定会好转。大夫有些面生，不知是……我还有医患要看，先行告辞。大夫，请留步。大夫，请留步。大夫，雪天路滑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他人好心了，谢过。这个傻子。
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我爹娘呢？小姐您放心，老爷夫人都已经没事了。小姐您也没事了，我这要去给您煎药。我是怎么从船上离开的？那个救我的身影和小我好像，难道是他？小姐，我带您去见个人。给你们下毒的就是他。原来今天真的是小五在护我们周全。晚上我路过码头的时候，发现丁怀然跟皇宫的人约好了在码头告别，然后就离开京城。我猜小姐一定很想跟他见面，很想跟他在船上见面。丁大人，白日你用那阿杂手段害人时，可曾想过，报应竟来得如此之快？小姐，你想不想亲手杀了他？亲手剜出他的心脏。怎么了？不忍心了？要不要我帮你？一箭穿心，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尝尽我那一刻的绝望。他姐姐云飞和太子不是在等着见他吗？要是他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，岂不是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？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，毒和你种的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吧，用量多了10倍，会更加痛苦。丁大人，绝望的滋味好受吗？希望就在眼前，但却无法求救。那儿有个人，要不要救啊？你说，云飞会救他？他们不会去救他的，不过是一个贱民而已，与我们何干？不必理会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救他？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认识他？尸位素餐，高高在上，难道不是上位者的本性吗？上位者。你笑什么？没事。今日报了仇，畅快淋漓，不值得笑吗？小五，真是个疯子。疯子？小姐，你也是。是名
小五，你的手给我看看。留一万动容爱恨，谁借我九龙山？谁救我出孤城？谁还我孑然身？原来你为了救我，竟然放弃了疗伤。小姐不必在意，我是自愿的。为何我喝了你的血之后就好转了？因为我体质特殊，我的血能够解毒疗伤。都是肉体凡胎，怎会天生不同？也许是上天注定的，让你在有危险的时候，我能来救你。爱妃这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是想让朕亲自帮你验伤？陛下，臣妾生病了，今夜实在无力。哦，舔干净，舔干净我就走。何必眷恋红尘？不甘愿知情人，待满天月影沉沉。想来确实是自那之后，我的病情就好转了。原来他那时也是在替我疗伤我。既然你的血有这种作用，为什么之前你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怕你会把我像对野兽一样关在笼子里，每日割肉放血，换取金银财宝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不怕了？小姐嘴硬心软，你不会这么对我的。那要看你有没有做一些伤害我的事情了。你不会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？怎么会呢？还不跟我坦白身份？看在你救我家人的份上，我可以试试和你做朋友。小五啊，你这刀工也太厉害了！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小五，太好了，做到。小姐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了，谢谢小五。今天放一天假，我带你去集市上转一转。走吧。哎，谢谢小五，您的啊。你看看有什么想要的，我买来送给你。套圈了，套圈了！精美瓷器随便套，套中一个就赚到。套圈。老板，来10个铜板的圈。哎呀，陆小姐，又是你啊？怎么，今天还冲着我的大马来的？我就说嘛，今天早晨喜鹊枝头喳喳叫，原来是陆小姐给我送钱来了。嘿嘿，您的签。今天我可是带了帮手来的，你的镇摊之马可保不住了。帮我拿下那匹最大的马。幼稚。哎，我10个铜板买的，你怎么就这么随便一扔啊？太厉害了！哇，钱套中了！怎么套的？这也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怎么套中这么多东西啊？我要哪一个好呢？我也想试试。不如这样，陆小姐，大马您拿走，小的您不要，就留给我呗。你不是喜鹊枝头喳喳叫吗？我在你这儿浪费那么多钱了，这么点小东西你还想占我便宜啊？大马包给我，其他东西送给小朋友们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那位哥哥吧。去吧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这可太厉害了！您的马真是破费啦！我想要这个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有那么高兴吗？一匹陶瓷马而已，你们陆府比这贵重的东西可多的是。不一样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有趣在哪？你来，你来学一下。好了，不笑你了。
听闻64年春，风起雨山门，奇谈卷一本，流没过他们。老板，2个糖人。好嘞。草草归旧，岁月残忍。平又来口，我心魂相隔是惊梦，轮回与口。一人一个。谢谢老板。人不懂，恨无端动容，不如就此有始无终。你们龙香卫是干什么吃的？昨夜内城游船失火，烧死的可是我舅舅。这么大的事，我居然是早上才知道。臣知罪。燕回，我的立储仪式在即，城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很难心安呢。臣明白，臣一定加紧城内安防，以性命担保，立储仪式当天确保万无一失。好，我知道你的忠心和能力。从今天起，我就任命你为龙香卫千户。我的立储仪式由你全权负责，但是你10日之内必须揪出杀死我舅舅丁怀仁的凶手，否则的话，我要你陆家全家陪葬。丁怀仁被发现烧死在游船之中，昨夜4大高手护送他，经过烟柳花桥时与人发生激烈打斗，结果尽数殒命。知情人说是一位白衣高手。怎么样？这是我今天给你准备的惊喜。你有头疾，怕你觉得烟花生吵，我还特意让彩萍去远处放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有头疾？那个我自己瞎猜的。但是你年纪轻轻，是怎么患有头疾的？小时候，我的母亲会在下雪天把我泡在药桶里炼药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血可以疗伤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落下了头疾的毛病。那你发病时是什么感觉？很疼，感觉周围很吵，像是有人在我脑袋里尖叫、咆哮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喏，这是安神珠，我母亲以前为我求来的，特别管用。你要是把它贴身带着，我觉得那些声音说不定就会小一点。这是你的东西，我不能。哎，小五，你的匕首带了吗？喏，现在是你的了。这一世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呢？哥，哥，这么晚带莹莹来此处是何居心？大人，我不是你的犯人，而且我也不喜欢被人拿刀指着。哥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是我让他过来的。小五，我警告你，你只是我们家的侍卫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今后离莹莹远一点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我约他来看烟花的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莹莹，最近城里不太平，命案频出，你以后别这么晚出门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哥。莹儿，爹娘，你这么晚跑哪儿去了？娘都担心死了。一个女孩子多危险！怎么这么晚你们还等着我呀？天气冷，快进屋吧。你也知道这么晚了，你也知道爹娘在为你担心呢。
爹娘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没事，我很安全的。他一整天都跟小五在一起吗？爹，没有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在跟彩萍放烟花呢。爹娘，我们快进去吧！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会了。以后可不许这么玩。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不敢了。被你娘急哭了。没事的，哥，小五武功很高的，有他保护我很安全的。